之前还是主官饿死的贫困县，现在铺上了石板路，用上了抽水马桶。方正一这县令当得太舒服了，你让他入宫当皇上，他都不愿意。桃源县雪月楼内，方正一靠在椅子上，微闭双眼，享受着美碧轻柔的按摩。雪月楼内一片宁静，只有时而传来的鸟语花香，让这个地方更显得恬静优雅。突然，一名侍女轻声问道：“方老爷，舒服吗？”方正一微微一笑，感受着侍女的手法，点了点头。他闭上眼睛，回想起自己出来时的种种，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感慨。桃源县当初是一个贫穷荒凉的地方，治下百姓食不果腹，甚至连县城和主簿都饿死了。方正一当时感到十分无奈，但他没有放弃。通过自己的努力，他搞出了粮食和白酒，吸引了客商来到桃源县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桃源县逐渐繁荣起来，产业兴盛，人口增加，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地方。但就在方正一心情舒畅之际，张彪匆匆跑进了雪月楼，汇报说在10里外发现了一批外地客商，但他们的马车上没有我们标记，是否要采取行动？方正一听后怒不可遏，责骂了张彪，并严厉警告不能以土匪之态对待客商。方正一对于桃源县的发展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他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份努力换来的繁荣。与此同时，警帝李彻正在行进的马车中，郭天阳捧着地图在一旁谨慎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。警帝看着前方渐行渐远的景色，心中颇为感慨。这些年来，国家虽然统一，但种种问题仍然层出不穷，让他倍感压力。因此，他决定暂时离开宫廷，进行微服私访，以便更深入地了解百姓的生活状况。郭天养询问景帝对于桃源县的了解，景帝摇头表示不甚了解。不料，马车突然颠簸起来，惊动了车厢内的2人。郭天养被弹起，撞到了车厢的顶部，景帝则稳稳地坐在原位上。车夫慌忙向前指去，示意有什么突发情况发生。郭天养目瞪口呆，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。他不禁探出头向后方望去，然后再转头确认。他揉了揉眼睛，因为眼前所见实在匪夷所思。刚刚车厢震动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刚好碰到了旧路和新路的交界处。郭天养惊讶地说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这样的路？”车夫也一脸茫然：“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啊。”郭天养连忙钻回车厢，向景帝报告情况。景帝也跟着出来，惊讶地看着眼前一片坦途。这条路表面光滑，反射着奇异的光泽，两侧用石条围绕着。郭天养查看地图确认，确实是他们要去的桃源县。马车继续行驶，但路况异常平稳。清凉的风吹来，配合着优美的景色，让景帝也不禁舒展了眉头。经过一段时间，路上开始有了人烟，许多马车行驶在这条道路上。两旁田地里，农民正在劳作。景帝对这个小县的管理感到满意，心想这些官员的能力不可小觑。随着路逐渐拥挤，城墙渐渐显现在眼前。当他们走近时，景帝、郭天养和车夫都惊呆了。眼前的桃源县城墙高达10数米，灰白色的墙砖，无一部显露着4个字：固若金汤。城门上悬挂着3个烫金大字：桃源县。景帝心中怒火熊熊，责问郭天养为何没有事先禀报。郭天养慌忙解释自己并不知情，但景帝心中依旧愤怒。这座城墙若被敌人利用，直面京城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进入城内后，他们看到了大片的石板路和繁华的街道，人们精神饱满，生活富裕，令景帝十分疑惑。这座小县竟然能建造如此奢华的城墙和街道，实在是匪夷所思。景帝在桃源县里闲逛，突然发现一家名为“有间客栈”的地方，牌匾上写着“官”字，让景帝感到好奇。他们决定进去看看，探探究竟。掌柜热情地迎接他们，询问是打尖还是住店。景帝决定住店，并选择了1等房，但价格竟然高达5两。郭天养不满地质问掌柜，掌柜却解释说这是官营客栈，价格实惠。于是景帝决定住下，掌柜带着他们上楼。小二在屋内为他们斟茶，郭天养注意到墙面用白布覆盖，感到奇怪。景帝品尝茶水，惊喜地发现清香扑鼻，十分享受。郭天养则发现屋内竟有一口井，感到惊讶，直接喝了一口水。掌柜解释说这是马桶，称为公桶，功能方便。小二继续解释公桶的使用方法，还展示了如何冲洗。郭天养恶心的呕吐，景帝则感到好奇。小二解释说马桶里的秽物会被冲到下水道，不少人酒后会使用这种方式排泄。景帝对此感到惊讶，觉得这种设计实在是巧妙。郭天养吐完后，小二冲洗了马桶，消除了难闻的气味。景帝则好奇地询问秽物的去向。原来这个县因地势高，有专门收集秽物的大坑，而且百姓家里即使没有冲水马桶，也有专门的人来收集秽物，然后运到坑内。但郭天养马上发现了问题，
每次都冲这么多东西，那尾端的管道岂不是就会被堵住了？小厮解释说，他们使用了一个特制的水车，通过水车的力量可以把秽物转移到其他地方，而目的地就是隔壁县。听到这一切，景帝和郭天养都感到不可思议。他们得知桃源县最大的工程就是修建这个管道，历时2年。县太爷甚至计划着将桃源县的水与京城的护城河对接，以解决人口众多的问题。这一切背后却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，这个管道的秽物被转移到隔壁县，而桃源县却以清澈甜美的水著称，吸引着其他县的人前来购买。对此，景帝和郭天养无法接受，他们心中充满了愤怒和厌恶。但小厮却毫不知情地继续介绍，让他们更加震惊。茅厕里甚至没有厕筹，而是提供了水枪和盐水，以及木质水龙头模样的东西。小厮还解释道，盐水才能洗得干净，而且每天早上都会有人来补充。听到这些，景帝感到眩晕，他无法接受用盐水洗屁股的奢侈。小厮接着介绍了茅厕里的纸篓和厕纸，以及一个叫张彪的人，他会用针线缝住那些使用厕筹的人的派。小厮最后告诉他们，如果有其他问题，随时可以找他，然后匆匆离去。景帝和郭天养感到疲惫不堪，转头看见侧面摆着的牙刷和面巾，还有一面镜子，他们都觉得自己老了许多，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感到困惑。在桃源县衙的后院，方正一正在享受着丫鬟小桃的按摩，但他觉得手法不够好。突然，张彪走了进来，向他报告了关于新进城商人的消息。但方正一并不着急，他认为合作必须正规化。第二天清晨，景帝才从甜美的梦境中醒来，他看见郭天养早已经等在一旁，准备好了侍奉。客栈的床铺舒适的让他感到惊讶，比起宫中的床铺也不逊色。景帝起床伸了个懒腰，夸赞了一番床铺的舒适。郭天养递过水盆和面巾，告诉景帝床下垫了12层垫子，确实舒适。景帝擦了擦脸，对早餐很满意，觉得连这样简单的小菜都别有一番风味。他感慨自己身为皇帝，还不如一般七品官员享受生活滋味。景帝和郭天养出门逛街，仔细观察着桃源县的街道和百姓。街头整洁，没有乞丐或者流浪汉，每个人都穿着整洁，看起来像读书人一样。突然，他们听到一阵唱歌声，原来是一个卖茶水的摊子。一个中年男人唱着调子叫卖：“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桃源奶茶甜蜜蜜。”郭天养不以为然，觉得这种歌词太低俗了，污染了耳朵。他不禁朝地上吐了口痰，却被一位戴红袖标的老太太拦住了，要罚款5文。景帝掏出钱交了罚款，然后向老太太询问桃源县为何没有乞丐。老太太告诉他们，县太爷心善，不允许乞丐存在，都被派去挖沟了。景帝和郭天养都感到不可思议。突然，街边传来呼声，有人打官司了。老太太兴奋地离开了，景帝决定去看个热闹。他们跟着人群来到县衙，看见了一座庞大的建筑物，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郭天养惊讶于这样的县衙要花费多少钱。进入县衙后，他们发现内部装修虽然豪华，但是气氛依然严肃。景帝和郭天养站在一旁观看，等待县令的出现。县令方正正在不耐烦地准备开庭，嘀咕着要吃什么。他穿上官服，准备好出庭。小桃为他整理着衣服，提醒他快点去开庭。张老六跪在地上，泪水连连，周围人群渐渐聚集，他的哭声也越发响亮。突然，欢呼声响起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。他抬头一看，只见方正一已经坐在公案后面，他心中一喜，连忙继续哭诉道：“大人，草民冤啊！草民今日要告县衙。”但方正一已经气得不省人事了，拍起金堂木，怒气冲冲地喝止了他。周围的百姓则笑得前仰后合。景帝眉头紧锁，心中充满失望。这就是他眼中的桃源县令吗？看起来像个昏庸无能的官员，丝毫没有应有的仪态和表现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郭天养也不禁在旁边低声嘀咕道：“陛下，这人太过蛮横无理了。”接着，张老六继续向方正一诉说自己的冤情，指责县衙的捕快卢法欠下债务。方正一露出不耐烦的表情，命令将卢法拉上来审问。卢法却坦白承认自己欠下的债务，解释说是因为赌博而无力偿还。方正一听罢，立即发怒，决定对卢法进行严厉的惩罚，下令将他打了20大棍，让他3个月内去义务扫大街，否则将被逐出桃源县。卢法无奈地接受了惩罚，而张老六则心急如焚，不停地要求追讨自己的债务。方正一看着眼前的情形，感到有些烦躁，但又不忍心看着好人吃亏，于是他提出要去张老六的酒楼自罚3杯酒以抵债。张老六听罢，高兴得连连磕头致谢。方正一命人送卢法去医馆治疗，然后退堂而去。景帝和郭天养目睹了整个过程，心中感到十分诧异和不解。他们决定等到晚上去张老六的酒楼一探究竟。当晚，景帝和郭天养来到了老六饭庄，
发现酒楼门口已经挂起了欢迎县太爷的横幅。他们决定进去看看，静静地坐在2楼的角落里，观察着周围的情况。不久，方正一也出现在酒楼里，坐在中央的桌子上。方正一摆了摆手，示意上菜，但叮嘱横幅不能挂超过3天。张老六得到指示后，急忙答应遵守规矩。接着，方正一又要求将整层的客人全部安排到楼下，以免打扰他用餐。张老六听命后，立刻高声宣布今晚的消费由方少爷买单，引得楼上的客人欢呼雀跃。然而，当他准备下楼时，却意外地发现2楼还有2个客人坐在原位，未动身。为了响应方正一的要求，张老六殷勤地劝说他们下楼用餐，并表示今天的饭钱已由县太爷买单。但是景帝和郭天养却毫不为所动，继续坐在原位，不为张老六的劝说所动。面对这一情况，张老六无奈之下向方正一求助。方正一则看着眼前的2位客人，不禁心生兴趣，询问他们是不是刚到桃源县。景帝回答说，他们原本是要去横江府进货，路过桃源县时发现此地有趣，便决定停留一段时间。方正一开始感到疑惑，因为按理来说，他们应该是从京城出发，走官道更快。郭天养解释说，听说官道上发生了地崩，为了安全起见才绕道行。景帝表示不打算继续前行，因为对桃源县的新奇之物感兴趣，尤其是陶瓷马桶。方正一听后笑称欢迎商贾，还特别介绍了桃源县最新研发的陶瓷马桶，并提出可以定制合作。听到这里，郭天养的表情顿时变得尴尬起来。不过景帝则表现出对桃源县的各种产品感兴趣，尤其是茶水。他甚至称桃源县的茶水让人大开眼界，品尝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滋味。方正一则趁机夸赞自家茶叶制作师，声称他们炒制的茶叶风味别具一格，若是能在京城贩卖，必定大受欢迎。听到方正一的话，郭天养有些为难，因为10两银子1两茶的价格实在太高了。方正一却继续滔滔不绝地说道：来，我来给你们讲讲商业之道。我们进价100两1斤，但到了京城，你们不也可以卖到200两？不管有没有人买，先定好产品定位。我们这茶选用最顶级的黄金地段种植，每天都有专人照看。茶园旁边还有天然温泉，地下还藏着金矿。采茶的姑娘个个貌美如仙，采茶时还会吟诗。另外，最好再订购一批精美瓷器盒子，每盒装半两茶叶，给它起个名字，就叫小喝茶吧。卖的时候就说，只有贵族才能品尝此茶，不喝的话，就算不上真正的贵族。贵族就是愿意花大价钱买东西，不求最好，但求最贵。郭公公捂着脸感到羞愧，以为在宫中多年已经精通了各种手段，没想到今天见到方正一，才发现还差得远呢。景帝默默地感觉自己就像是一颗绿油油的韭菜。难道宫中的采购都是这样被人忽悠的吗？看着2人陷入沉思，方正一得意地笑了笑，觉得自己又像迷失的羔羊传授了先进的市场理念。就在3人陷入沉默时，厨房开始不断传上菜来。为了表示重视，张老六亲自端着菜上了2楼。哈哈，鸡汤来了！鸡汤端上桌，热气腾腾，看着就像是炖了好一阵子，汤白肉烂。来，先喝点汤吧。2位来路不易，能在我桃源县喝上一碗鸡汤，可谓是美事一桩。不知2位对这茶叶感兴趣吗？我桃源县的瓷器虽好，但也不是独一无二的，销售茶叶的利润可比瓷器高得多，而且运输方便，也不会有损耗。景帝喝着汤，满意地点点头。汤鲜味美，鸡肉软烂，比宫中吃的还要美味。方县令，这茶叶有什么特别之处吗？还没有听过名字呢。方正一稍微思考了一下，然后正色道：这茶长期饮用，可以强肾益气，延年益寿，所以我们就叫它天仙茶吧。景帝暗自摇头，这名字怎么听起来有点做作啊？郭天养则有些不悦，心想这方正一莫非是县编的吗？景帝打破了沉默：茶园在哪里呢？明天我们去看看，再做决定。方正一腼腆地笑了笑：商业机密，不能告诉你们。看着方正一坚决的态度，景帝也不再纠缠，举起酒杯道：好，我先进一批茶叶到京城试销，以后就多靠方县令照顾了。在酒宴上，方正一不仅为景帝和郭天养普及了商业常识，还展示了一些商业手段，如饥饿营销和品牌效应。虽然景帝和郭天养有些听不明白，但整个宴会气氛依然欢乐。突然，张老六笑眼眯眯地凑了过来，询问方正一是否吃好了。方正一剔牙后微微点头，询问账单，被告知总共是506两银子。方正一大为惊讶，嘲讽张老六宰人宰到他头上了。张老六忙解释道：之前有一群不懂规矩的小孩子跑来嚷嚷，他们以为今天是免费吃饭，结果引来了几十号人，桌子甚至摆到了街上，食材都是从隔壁接来的。听到这个解释，方正一笑了，表示理解，并决定付款。正当他要结账时，郭天养和景帝惊讶地发现，结账的竟然是逢人派的张彪。
他们吃惊地发现，张彪竟然随身带着1000两现银，而且轻松地将500两银子装进了袖子里。听到张彪的解释，他们更是目瞪口呆，觉得这人实力非凡。方正一介绍张彪是他的部下，是县里唯一的捕头，被江湖人称为桃园之星。景帝和郭天养佩服地向张彪致敬，表示对他的敬佩之情。之后，景帝决定明天去县衙跟方正一签订契约，不再前往横江府。在客栈里，景帝和郭天养开始思考方正一的种种行为，觉得他行事风格独特，但也有些迷惑。他们对方正一的身份和背景产生了兴趣，决定回去后查一查他的资料，以及为何历年巡查官员没有上报桃源县的情况。次日一早，方正一被小桃叫醒，睡眼惺忪地等待着小桃为他穿衣。穿好衣服后，方正一晃晃悠悠地走出卧室。他的起居室修建在衙门后院，为了方便，衙门也进行了一些改造，变得更像是现代的政府机构，有会客室、调解室、文书室等等。他和景帝所在的房间是他重修衙门时特意设置的，位置偏僻，隔音效果好。房间里只有一张长桌、几把椅子和几个柜子，没有窗户，四周挂满了油灯。房间的一面墙上刻着一行诗：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怪异的装置，一个巨大的喇叭，尾部带着一根针，下面有一个摇把和铜柱，用途不明。整个房间简约而不简单。景帝背着双手注视着墙上的诗句，陷入沉默。没过多久，方正一带着张彪进了房间，向两人打了招呼。景帝缓缓转身，问道：“方县令，这诗是你写的吗？”方正一回答道：“不是，只是从古籍残片中找到的，觉得写得不错，就刻在墙上了。”景帝感叹道：“好诗啊，可惜没能见到全片。”方正一心里琢磨着，觉得景帝还是一个爱国的商人。他口中说道：“二位已经决定购买茶叶了。”景帝点头，感谢方县令的照顾，希望今后能顺利合作，让这茶叶在京城畅销。方正仪让郭天养取出银票，然后回答道：“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。”张彪。张彪走上前，拿出一个包裹，里面摆放着20块茶砖和一个铁牌。这是20块茶砖，每块1斤，你们可以验货。方正一递给他们2张纸，一张是合作合同，一张是保密协议。景帝仔细阅读后觉得合同没有问题，但保密协议有些疑虑，不过还是按了手印。方正一满意地看了一眼合同，然后要求他们念一遍。张彪贴上银箔，然后转动摇把，让他们对着喇叭念出合同的内容。景帝心里充满疑问，但还是开始念合同。同时张彪转动摇把，当他们念完时，喇叭上留下了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点。念完后，方正一撵走了他们。景帝和郭天养站在衙门口，无语地看着突然驶出来的马车。车夫问他们是否要乘车回京，他们就这样登上了车，准备返京。就在坐下时，车夫突然探头进来，要求他们付费10两银子。